暑假到了，有准备来西北环青干线的，听一下我这个新鲜出炉的建议。青干环线分为青和干，青指的就是青海，以自然景观为主，主要是青海湖、3个大盐湖、雅丹沙漠等地貌。以自然景观为主，并且会非常的凉快。甘指的是甘肃，主线是河西走廊。它的自然景观虽然没有青海那么丰富，但是它主打的是人文和历史，石窟啊、壁画呀，但是天气会比较热。然后呢，现在我人在张掖，我准备在张掖住大半个月，把我儿子接过来过暑假。因为我觉得来张掖发现这个小城，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它没有那种大西北的荒凉感，并且温度还好，不会非常的热。所以就是说，我的青还完了，干还没有还完。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青，因为我觉得青和干其实是可以分开玩的，它是2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在青海一共玩了20来天，玩了11个点，总花费145元。这145元只是门票钱啊，没有住宿什么的，因为住宿没有可参考性，旺季和淡季肯定不是一个价码。我在青海的每一天都单独的发过视频，今天就是一个汇总，给大家汇总一下青海哪一些地方值得玩，哪一条路线会比较好看。我是自驾啊，是从西宁出发，走的是外面的这一个大圈，就是格尔木市、可可西里、冷湖的这一条线。现在市面上很多的旅行团走的是里面的这个小圈，就是德令哈，然后到翡翠湖，然后就进阳关到敦煌了。区别就是小圈花费的时间短，海拔相对大圈来说低一点，以正规的收费景点为主，适合带老人孩子就是过来玩一圈就走的类型。大圈就比较深度了，大圈花费的时间会很长，有的时候一天可能你要开5、6个小时呢。但是它也更有大西北的感觉，因为有很多路都是没有信号的无人区。适合几个朋友来自驾，所以呢，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各取所需。今天我讲的就是我145块钱的深度游，看我很仔细的有做功课呀，这一些就是我刚总结出来这11个点的星级、价格以及特点。从第一天开始说啊，第一天从西宁出发到拉吉山，拉吉山我评它为5星，免费。海拔4188米，然后它也是我看到的第一座雪山。它并不是说雪山在远方，你开车开过去，是因为它是盘山路嘛。然后盘到最后一个窝的时候，你拐过来的时候，哇塞，就是一座雪山突然出现在你眼前，我特别的震撼。我觉得拉吉山非常的值得去。拉吉山的旁边是那个网红的日月山，50块钱。拍那个大经幡，如果要是你只是为了看经幡，后面多的是啊，后面有一个免费的橡皮山，上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经幡啊，但是我不做比较啊，因为我没有去日月山。好，然后从拉吉山下来就直接去青海湖了。青海湖导航黑马河，中间会路过比较著名的二郎剑景区。二郎剑景区我没有进，因为我觉得人为痕迹太重了，并且要90块钱。黑马河只需要一个30块钱的来回往返摆渡，就直接能到湖边。我真的是也是打5星，而且呢，在黑马河啊，你一定要住一晚上，你就住在黑马河镇就可以，因为在黑马河第2天看日出非常的漂亮，很绝啊！它也是就是整个青海湖这条线里面看日出最好的点儿，就等于说只花费了30块钱，你是又能看湖，又能看日出，又能看草原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第3天看完了日出，我们导航东格尔观景台啊，也就是5、6公里。但是我那会儿去的时候被拦起来了，不知道现在开放没有。不过也无所谓，因为这一路的景色已经非常的美了，就是你紧挨着湖泊还有草原开过去，而且那个观景台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台子，能看到湖面的嘛。我来告诉你们更高的地儿，风没风啊都可以导航下一个点儿嘎日拉斯，我评为3星。我为什么给它打3星呢？是因为它对天气的要求比较高。如果要是阴天下雨，你在上面的观感就没有那么的好，就是灰蒙蒙的。但如果要是蓝天白云，那真的就是绝了，因为你站的是最高处，俯瞰到整个的青海湖。好，还是同一天啊，从嘎日拉斯下来，导航橡皮山，我给打4星，也是免费的。它的这一段盘山路非常的爽，有开卡丁车的感觉。然后山上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经幡，也可以骑马。但是如果要是下雨下雪，我不建议来，因为这个路还是比较陡的，会比较滑，而且容易有落石的风险。好，从橡皮山下来，你们就可以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晚上了。第2天我们就要出发格尔木市，这一路会比较长，然后青海湖算是环完了。断崖景区我没有去啊，因为断崖会有一点远，我要往格尔木市走。格尔木市我比较推荐伊比斯这个酒店，哇塞，真大。比我住的全季都大。然后第2天可以早一点出发可可西里。我可可西里去了2次，第一次就是去正规的那个可可西里观景台，但是路上被堵死了啊，因为大车非常的多，这一根线儿也是进那个藏的一个国道嘛，所以大车特别的多，很有堵车的风险。所以第2条我就去了另外一条线，这一条线绝棒，就是你从无极凤凰宫往下拐，导航野牛沟。而且因为这一条是一个小路，你的大车是进不来的。不过这个路非常的平整啊，你小轿车也是可以进的。然后因为大车进不来，所以这个路上的感受超棒。然后旁边就是草甸啊、牛羊啊，但是这一段好像是没有信号的。如果要是你几个朋友自驾的话，你可以再往近走，导航西王母瑶池，越往近景色越好。并且我敢跟你们说，可可西里的这一条路是你在
别处任何地方都体验不到的感觉。可可西里我绝对给打5星，虽然开车很累，但是它这个开车累它不是枯燥，因为景色一会儿一变然后从可可西里出来了之后，我们就去叉2海盐湖，叉2海盐湖我也给打5星。它的花费是门票加景交车100块钱，这是必须的，然后里面的区间车可坐可不坐，15块钱单程。苹果绿的湖水非常的美，在别处也是看不到的，而且它对天气的要求不是那么的高我去的时候晴天还有阴天都遇到了湖水的颜色并没有受影响，就是不耽误你出片很值啊。好，从叉2海盐湖出来，导航到水上雅丹这一路，那就是纯的美景都在路上了。它是国道215转国道315，国道215的特点就是大概10几公里、20公里就会出现一个地貌，并且它都会有牌标出来，就是即将进入雅丹地貌，即将进入风旗沙地貌，就这样子的。然后315就是比较著名的 U 型公路，还有东台吉纳尔湖。东台吉纳尔湖和 U 型公路其实是2个方向，中间差了100公里，所以如果要是你是房车或者是床车，你就可以先去 U 型公路，再到东台吉纳尔湖，然后晚上就可以住在水上雅丹。如果要是你住酒店的话，就先去东台吉纳尔湖，然后再去 U 型公路，晚上就住在大柴旦第二天还能看一下大柴旦翡翠湖。U 型公路呢，我给它打1星，反正对于我来说 U 型公路是我此次青海湖里面最不喜欢的一个点儿，因为它太网红了然后东台吉纳尔湖我给它打6星，太漂亮了，我觉得是必须要去的一个点儿。因为东台吉纳尔湖消失了3年，今年才又重新出来，并且据说以它的蒸发速度，它可能这个是它的绝唱了，就是明年你也看不到了。就是它湖的那一抹蓝美到不真实，就是你 P 都 P 不出来的那个颜色，而且在阳光的照耀下是亮晶晶的，非常的好看。但是还是那句话尽量是以晴天的时候去。OK， 注意晚上第2天导航冷湖镇，我们就可以走火星公路了。火星公路是一条非铺装的、完全没有信号的无人区，并且它的表面就像火星一样嘛，坑坑洼洼的。但是我没有走火星公路，是因为我还是挺爱惜我的车子的，毕竟它要跟我征战好几千公里呢。但是我走的这一条道也属于无人区了，因为大概有300公里是没有信号的，并且路上寸草不生，也没有什么车，也没有什么人。到冷湖镇可以住一晚上，推荐去吃一下他们的川菜。我吃了2个饭店的川菜都非常的正宗因为冷湖小镇当初80年代、90年代非常的繁华嘛，就有很多四川人过来，然后他们就没有走了，所以做的川菜很正宗。从冷湖小镇出来，我们可以再玩2个点，就是冷湖石油小镇以及黑都山。注意，就是这儿的石油小镇有2个，一个是阿克塞石油基地，这个是一个影视基地，是一个人为的景点，没什么意思。你要导航的是冷湖石油小镇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当初石油小镇的一个原址。去近距离的体会一下历史的变迁，就是80年、90年代那么繁华的一个小镇，人称内地小香港，然后到现在的一片废墟，可能再过几年连这一片废墟都没了，就是你会有很多的感触的。然后从石油小镇出来了就是黑都山，大概也就6公里，我黑都山也是打6星，黑都山太美了，绝美贼美。黑都山你要把车停到它的停车场，然后向前走10几分钟，但是这10几分钟你就看到那一座山慢慢的就由远到近的到你的面前，哇塞，我觉得让我走半个小时我都乐意。哎呀，反正我这一趟青海湖最喜欢的2个点，一个就是黑都山，一个就是东台吉纳尔湖。如果要是你报团的话，你问一下他们去不去这2个点，因为这2个点其实都是在外面的大环线上。最喜欢的2条路，第一条就是可可西里，尤其是野牛沟、西王母瑶池的那一条线。可可西里的这一条线真的就是你在别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路。还有就是叉2海盐湖出来215转315的那一根线。哎呀，虽然我现在离开青海已经好几天了，但是青海的后劲儿可是真大，太美了。就是你能看到非常多不同的地貌或者景色，而且你有的时候在一天当中你能体会到烈日、暴雨，就是各种天气，太值了。我觉得青海是自驾游的不能说 No.1，新疆、西藏我还没有去过呢，但是绝对值得一来。